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我最近阅读了莱恩·霍利德 Ryan Holiday 的书《失控的自信》。莱恩在他生命的早期就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功。他21岁时成为 American Apparel 的行销总监，凭借他所经历和目睹的不受约束的自我 ego 所带来的破坏，莱恩认为自我对他的长期成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他在手臂上纹了一个持久的提醒：自我就是敌人 ，Ego is the enemy。那么，自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糟糕？莱恩将自我定义为对我们自身重要性的一种不健康的信念。自我将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变成了一种痴迷，他将自信变成了傲慢。名人堂篮球教练帕特莱利 Pat Riley 称之为我的疾病 The Disease of Me。 但为什么自我会是敌人？为什么它会糟糕到足以让莱恩在手臂上纹身来提醒自己？莱恩说，自我是敌人，因为它破坏了我们的长期目标，并分散了我们在记忆上追求精通的注意力。以下是3种你可以察觉到自我正在与你作对的方式。1. 当你渴望做一些伟大的事情时，当你渴望做伟大的事情时，自我就会出现。他忙着寻求周围人的持续认可，他总是在问人们在想我什么。他更喜欢谈论你将要做什么，而不是实际去做。在书中，莱恩详细介绍了作家艾米丽·古尔德 Emily Gould 在写书时与自我的斗争。他发现自己不断更新社交媒体页面和部落格。他说，我发了 Tumblr， 发了推特，还滑来滑去，这没有让我赚到任何钱，但感觉像在工作。他做了所有事情，就是没有专注于工作。对于一整年几乎没有在书上取得进展的他来说，保持沉默并专注于他日后会引以为傲的工作是令人害怕的，因为他的自我一直过度关心他的推特追随者可能在想什么。2. 当你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功时，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成就，比如成功创业或赢得体育冠军之后，我们的自我会引导我们相信所有未来的努力都可能会成功。我们没有保持专注，并在我们以前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而是倾向于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并承担过多。在书中，莱恩详细介绍了霍华德·休斯 Howard Hughes 的故事。休斯在18岁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收购他的亲戚，并拥有他家族的钻油工具公司休斯工具公司 100% 的股份。这是一个绝妙的举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公司从一家价值100万美元的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企业。莱恩说，对于一个在商业上几乎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也正是这种相似的大胆，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创造了历史上最令人尴尬、浪费和不光彩的商业记录之一。最初的巨大成功让休斯相信他可以在他涉足的几乎任何业务中取得成功，航空、电影和股票交易。尽管霍华德·休斯被誉为早期先驱，但他最终在他的一生中挥霍了大部分财富。在他生命的尽头，一位传记作家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休斯赤身裸体地坐在他最喜欢的白色椅子上，不洗澡，不修边幅，日夜不停地与律师、调查和投资者作战，试图挽救他的帝国病，隐藏他可耻的秘密。他那被早期成功推动的自我，导致他浪费了时间、才能和金钱。3. 当你经历失败或挫折时，在这个时候，自我会及时出现，以挽回面子和逃避责任。为了捍卫我们的自我，我们失去了对我们一直努力争取的东西的关注，并侵蚀了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莱恩透过美国服装创始人多夫·查尼 Dov Chani 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莱恩说，在损失了约3亿美元和无数丑闻之后，公司给了他一个选择：作为执行长辞职，并作为一名创意顾问领取高薪来指导公司，或者被解雇。他拒绝了这2个选项，选择了一些更糟的事情。
他没有帮助他的公司找到更好的领导层并带领公司重回辉煌，而是决定发动一场内部战争。他起诉了公司，将公司带到了破产的边缘，公司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他没有让他的自我受到打击，并认识到拯救公司比保全面子更重要，而是让他的自我将失败变成了敌意，摧毁了他努力建立的公司，最终导致他破产，睡在朋友的沙发上。在这3个阶段，自我都分散了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专注于做工作，无法产出让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如果自我是敌人，我们如何击败他？一种方法是使用伟大的 UFC 战士弗兰克·沙姆洛克 Frank Shamrock 创造的加、减、等 plus minus equal 方法。弗兰克说，每个战士要想变得伟大，他们都需要加 plus 一个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他们可以学习；减 minus 一个比他们之前的人，他们可以教导；等 equal 一个与他们水平相当的人，他们可以挑战自己。为了击败第一种在你渴望做伟大事情时出现的自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等。一个等是与你当前技能水平相同的雄心勃勃的人或同才团体，等也可以是一个推动你进步的竞争对手。等应该不断挑战你的能力，并迫使你成长，以保持平等。当你有一个等时，你就没有时间去痴迷于公众舆论，因为这样做会浪费你的时间，你会冒着落后的风险。例如，如果你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请与其他作家为伍，分享你们的目标，阅读彼此的出版物，并互相推动，不断进步。第二种在我们成功时出现的自我，需要一个加来击败。当自我开始产生关于我们伟大的故事时，我们需要快速地给予一记谦逊，以便保持专注于我们的终极目标。谦逊来自于记住总有比我们更好的人，以及总有比我们更大的事物。你的家可以是一位成就比你多得多，其成就让你的成功显得相当微不足道的导师。在你的生活中体验家的另一种方式是反思你周围世界的浩瀚，这可能意味着开车到山里或沿着海岸线散步，以意识到你实际上有多么渺小。反思比你自己更大或更伟大的事物是平息自我的必要条件，可以避免沉迷于你的个人伟大故事，从而防止你承担过多，并粗心地对待你的时间和资源。为了对抗第三种在我们失败时出现的自我，我们需要一个减。一个减要求你传授你所学到的东西，有一个减迫使你客观地看待你的失败，并收集经验教训传承下去。当你有责任教导他人时，你花在抱怨上的时间就会减少，而花在寻找改进方法上的时间会更多。要找到你的减，你可以开始指导一个年轻人，写一本经验教训的书传给你的孩子，或者写一个每日部落格。所以，如果你正在追求卓越，并希望有一天能做出让你引以为傲的工作，那么自我就是你的敌人。要日复一日地对抗这个自我，你需要一个加、减、等。这就是我从莱恩的伟大著作中获得的核心讯息。他还有更多故事来说明自我的威胁，以及更多你可以对抗它的方法。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 comment、like、subscribe。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见。